的就是小字写经写这个榜书，我很少看到写那么大的。老师，这个是第一次写那么大吗？对。对，就是老师为了我们的这个榜书展特地做了非常大的巨字那我记得老师有跟我们讲过说，就是你的创作要留下来，就4个字。这4个字可以分成两个来这个说明，也可以4个字一起说明，就是你的东西一定要难能，不然就是要可贵，不然就是要难能可贵这是老师的名言要写大必须要有胆气要写小必须要有足够的专注力，还有手头的功夫这个都是难能那要把它写得好，那就是可贵有看过老师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对老师的这个创作非常的叹服那我们这一场展览就邀请了老师来跟我们谈谈榜书的书写，那热烈的掌声欢迎李东导。首先我们感谢衡山书法艺术馆的邀请，也感谢我们这个嘉莹，还有我们一种因为都是以前在学校大家很熟的我的这些称呼名字这个安排这个退休以后才发现学生很重要，以前都分数都很严格嘛这个开个玩笑这个学生这个一代比一代更厉害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教好。当老师的要有度量，让学生更好这个东西，只要当过老师的人都应该可以深深体会它那么书法这一个领域里面的范畴非常非常的广，这一个题目是我们这个一周给我的这个指定的一个题目那么最近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好像写榜书的变多了。有一天我们做无主墨汁的老板，郭老板，他说最近大陆的写书法的，好像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个。那我说为什么？不晓得，好像社会经济也有关系那我就说，你来办一个榜书展平常买墨汁买1罐的，以后一定买1箱。然后我发现台湾没有很好的大笔。所以你来卖大的毛笔我发现适合的纸也不容易你来选适合的纸来卖那这个也是说中的就是说你在写榜书的时候，那么事实上是需要有工具的适合的工具。那么也很多人问我说你用什么笔写？第一句话一定这样问，我写很小的字，你用什么笔写？这样等我拿很小的笔给他说，这个笔不好用，所以笔也很重要，功夫也很重要那么我想说，在书法这一块领域里面，实际上范围非常的广首先呢，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榜书书写漫谈。原因就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可以随便乱聊了不要太严肃。也不要太学术性我们只是把自己写榜书的经验来谈一谈。这一次那个写的内容因为我们主办单位跟我讲说，不要超过这个8字稿最好了那8字稿里面要写几个字，我决定，所以我就把它写了4个字1个字大概4尺左右这样。但等写了以后才发现说，哇塞，怎么那么难写所以这个主持的另外一个蔡耀庆先生有第一句话，听说你写很多字我说这经验不好。那换句话说，榜书有时候顺的时候是1、2张就 OK， 不顺的时候怎么写都不好。那么假设你有看 YouTube 的时候，看到等一下介绍的日本的一个书法家井上有一，那我发现他的录影带里面有好几张都是写一半就把它揉掉。
帮他拉纸的是他老婆，所以这个写榜书失败率是很高的，未必每一张都很适合。那么虽然是很独到的一个书架，但是他为了要写有特色的字，特别强调有特色的字，那是需要思考，需要功夫，需要尝试，临场的效果都有影响。那等一下我会准备2个，大家用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我们先看看。那么一位是日本的井上有一，一个是四岛康二。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榜书，榜书大概也可以看到，匾额也叫榜书，摩哀字，摩哀字就是刻在那个山壁上面的大幅的少数字，也叫榜书的一种。第4个我自己定的，经得起放大的字，我都称为榜书。有时候榜书写很大，事实上是小字放大；有的写很小，是经得起放大，它足够有资格当榜书来欣赏啊。5经得起用心看的字，那这个东西都有一点抽象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榜书大部分字都是不多的，不可能写满篇的哦。那少数字的时候呢，你会更细去看到底这个字，好在哪里呢？那么，当我们对文字艺术的欣赏的时候，你更深入的看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都是走马看花，那甚至看帖子啊，甚至没有思考。那有一天呢，今天我们有个大唐中运送在现场展，不晓得有没有问出说，大唐中运送怎么由左往右写哦？我们都是由右往左写，那既然第1行左边，第2行右边，这样由左往右写。那历史上有摩哀字、易克笔也是由左往右写，所以呢，没有看过的，光用想的，事实上是有出入的。所以很多东西呢，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现场这2位先生怎么写啊，表演效果十足哈。视频还很长，大家回去呢再有机会点上井上有一的字哦，YouTube，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写的非常多。那这个是近代的一个青年辈的，青年辈也要50几岁，快60吧，他写的，那跟井上有一所写的尺幅大小又更进化哦，写得更大。那你会发现，写榜书的人呢，第一个要有体力哦。那么写字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沉浸在笔画当中哈。你可以看到作者他的手现在在挥啊，为什么在挥？我称它叫做预想字形。这么大的字，你写的时候，那真正写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看不到字，因为距离很近，字很大，所以你只能感觉说，你好像在汪洋中的一条船，你不晓得这笔画要往哪里走，走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你没有办法远远的看，所以你一定要像刚刚的空中预想字形，这是很必要的哦。那么我在写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就是现在手在空中画一画，大概是这样子。真正下去的时候，我们拿笔跟纸啊，你看刚刚他在画的感觉，那么你会发现说，好像在表演一样，不是？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时候，你会比较失败率会比较低一点啊，成功率会比较高。第二个，那个毛笔做那么大的毛笔要去哪里找人做？确实也是一个难事啊。那么这个四岛康二呢，他做毛笔有很多种啊，有的是一支笔就绑一大团，但最后他发现那种笔都太重，他就想办法把那个笔哈做成一撮一撮一撮，最后呢里面有那个螺丝栓子，把它栓在里头，所以一支笔里面可能有7、8撮到10撮以上的那个比较细长的笔号，就把它串成了一个很大的笔。是。哦，好，我们就看他怎么写字哦。
轻啊轻。写这种大字的时候，笔划会感觉是很软，因为很长，所以会变得很软。就算钢筋长的时候，它也是会垂下去，会有很软的感觉。所以它跟我们平常在写的长风扬好的感受是比较接近的哦。所以你平常要写这个大字的时候，你长风扬好，要先练习一阵子，然后来写，比较能够掌握这个书写的一个效果。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墨汁墨水非常多，所以它会滴，会喷，会有这样的情形。用推的啊，不是用写的。倒下去了啊，气力用尽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师长康了。因为他的视频还不少，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字啊。那等一下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看得很仔细。后面有几张他的作品，我们再来一一解析。榜书书写它有大小，所以我们不一定说这么大才叫榜书。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招牌字也就叫榜书啊。那么我刚刚讲到有摩挨书，那我们现实生活看到的，在山壁上刻的字，有些是描而刻的，不是写的，它不可能爬到山壁上写那么大，它可能写了一个范本，然后把它放大刻上去啊。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叫做书写式的榜书，就保存仪？那人类的能力终究有限嘛，你说那么大的字，一个笔要多大呢？没办法，所以它等于是把外框框起来，所以你就要预想我的字是要放在哪里。那么当我远观的时候，它的视觉效果是如何？在书写榜书的时候，自己就需要是先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书写榜书，从我这一次书写的经验，当然以前我有写过大的啊。大的，因为有一次在彰化书墨美术馆的时候，我写了一个一样的小字，红灰受害以外的另外5个要素，这个书谱里面所讲的啊，那么什么这个悬针垂露啊，奔雷坠石，红灰受害等等哈，临危居稿等等。那6句的时候呢，那个写的时候只有2指，我汉就要说我写2指8指。写4个字。当写这个红灰受害我写4个字的时候，那个困难度差太多了。为什么？因为2指你的手就这样子可以动，但是4指的时候，你再也不是手动，你还要身子动，还要脚步花，还要整个腰力都要能够配合，它完全使力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写大，它的难度是超过了4指以后，那就是人类的体力的一个角度。刚刚看你师长他那写的跟井上有一就不一样哦。井上有一年纪大，但是他30几岁，井上有一就写这样的字。他活到60几岁，60几岁以后体力也比较不滋润，所以他在书写的时候会咬牙切齿，真的是要使尽力气，绝对不是表演。但是当他咬牙切齿的时候，他在很多的人形容词叫做这个投注在哪里？事实上他忘了他自己表演是什么。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儿子在写字的时候，那我说你干嘛写字吐舌头？然后说老爸，你写字会咬牙切齿，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几乎真的很专心写的时候，会忘记你自己的表情是如何啊。所以写字当你很投注的时候，那么写大字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喊一口气的时候，还真的会岔气，会闪腰啊。看起来是表演效果十足，事实上是全心投注的必然的表现。
那么在书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以前，我在读相关日本美学的一些美学家对日本书法或日本艺术的这个特性，刚好还蛮相合的。那么我先简单的介绍日本美学啊，最近也常常很多人在提到这三个要素，一个叫优学。那优学就我们看到的这个日本的电影、日本的一个绘画包括现在的书法，尤其在榜书里头，有所谓的月下朦胧之影优学代表叫月亮朦胧的一个云跟遮月的感觉，隐含有很多微妙、奥妙、静谧、幽暗，甚至追求无限空间的美感，时空的一个美感。所以它表现的不一定要很清楚，若隐若现，若清楚若不清楚那我讲这个的东西，因为它跟榜书的表现的这个特性是接近的第二个叫物哀，物哀是什么？日本人很喜欢画樱花落下来的感觉。樱花开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樱花下喝酒吟诗，那就感受它那一种樱花开的时候就不开，但是花期很短，开始飘落，那么很短的时间全部飘掉，新的枝叶已经长出来那这个象征的我们是人生这种非常的短暂，但陨落的时候就突然就走了，不可知所以呢，这个心有所动，即知物哀那么这讲到的就是说，人生的每一个景色，就是所谓的一起一会，结果一起看。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可能人生中的唯一一次，下次再找我来，也不晓得几年后了，或者说也不再来了，谁都不知道在最近我们就很震撼的，就有一个歌星李玟，突然走了。那么活蹦乱跳的，很有青春活力的，但不知道他生病了，听到的讯息是走了，就像当年听到的邓丽君突然走一样，那是20几年前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从40几岁的人就突然走了这样子，那你就会想到的说，其实人生不可测的东西，那么就是这样子物哀的这一种情境，所以你应该一起要珍惜每一次。每一个阶段很难得的都把它当成人生就这么一次第三个叫什么侘寂，日本话叫阿毗沙里那么侘寂就是所谓的太阳要落下，或者是枯黄的叶子那样子的一种感觉，那是一种残缺又一种质朴的一种感觉。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希望很华丽，但是他独去欣赏一种孤独、残缺、陨落前的那么一种感觉夕阳无限好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呢，侘是一种是什么？是一种清明，是一种粗糙，那么看起来是不是很圆满？但是这个就是人生的必然现象。寂呢，就是面对退神、消逝事物的心境，越来越淡，越来越静寂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日本的美学，那么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说，缓慢、色静、快步挥洒、陨落、枯寂。那么或许等一下，我从我那一件作品里面，也可以把行笔的过程中的一种，写完了以后，我才感觉跟这个调子还蛮像的再多做解释。我们看到的那个所谓的比较的一种悠闲的感觉，我们看到这是横山大观的画，早期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泼墨的这种感觉。那横山大观比张大千还更早，那个在朦胧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家在那个当时的时候叫做冈张天心，对，快冈张天心，他那个时代的时候有几个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还有一个铃田春草，他画的时候都有这种朦胧感
也造就了当时代的一个绘画。我们看到他们的绘画里面，你可以看看有烟雾缭绕。那么烟雾缭绕的时候，那对后面的景如何可以产生无限的遐想，而且这个景是随事实在变化，随天气在变化。后面呢，我们再看到这个是我到日本的那个和歌山有一个古老的寺庙，那个这个很古的一个庙门，那个里面的一个房间的一个门很有意思啊。那么写个奥殿，奥殿就是说他们的后面的那个私人比较深的那个房子不进入就属于私人的空间。那么这个门呢，时间久了，就是那个油漆也退了，然后你看那个木头渐渐就有一点纹路这样现出来，这是一种岁月的留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景色里面，你会感受到它的寿命比我们更长，它的存在是在我们出生前，它继续存在下去，不晓得要几百年。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一种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孤寂的一个侘寂的一个意境，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木头，就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老旧，甚至有点残破的味道。下一张。那么在日本的陶艺的美学，尤其在茶道里面的有一些陶艺，他们也强调这些东西。那看起来是破破的很朴拙，但是那个瓮子的那个口还有一点歪歪的，它不一定很圆。那么人生不一定是很圆，总是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残缺。那么当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会回想，在生命中的很多状况，事实上是跟这样的状况是相合的。那这一种相合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包容性。我们对朋友、对自己的家人，那么你身边的人，你会发现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个性？你怎么会这样子？事实上，这个就是生活的常态，生命的必然。所以。那么，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觉得细看的时候，你会越看的，你会觉得，其实呢，它还是有很多让我们觉得耐看的地方。比如讲说右边那个地方，上面写的都是写山，底下呢画一个山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当你细看以后，包括左边的那个图案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做不同的联想。那么这一种线条，这一种造型，跟我们在写书法的一个唯美的思考，是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观点。这个就是侘寂。下一张，张陶瓷也可以做得很美。再下一张，那我们看到了很美的也可以做。那个粗犷的、侘寂的东西，我也可以做，也可以做到，一个朦胧的，也未必都要很清楚的表达。所以书法上，有的人为什么说你写板书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它晕墨？但是当你看了他们两位，这个四岛康二跟那个井上有一，要写那么大的字，一定要沾很多的墨水，很多的墨水写下去的时候，它绝对不是很清楚的字。它绝对只是一个朦胧的字，但是你绝对可以猜得出他写的字是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种幽玄的感觉。那么，在日本的这个叫做枯山水，刚好过去和歌山的时候刚好下雪，底下有一个枯山水。那这个叫做囚龙亭，它那个走道的这个地方。那是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像龙一样其中有一个好长好深，看不到尽头，多远都让你去想象。下一张。那么假如说你去过那个清水寺，有一个陶瓷店叫天龟那很好玩那边这个外国人每个人走过去都知道说这个字叫龟，他也不懂中文，为什么？看起来就是乌龟，就是这样子。这个灰金八一所写的他是写的这个篆书，
那刻的人很厉害，保留了笔墨的趣味，那一种色笔，色不是滑，是色，干的笔，刚好把这个笔的趣味、墨的趣味，像天的左撇的这个地方，它是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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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刀凿的味道。右边呢就比较光滑，所以呢有光滑有色，所以这中间的墨韵的变化，因为又有图形的感觉，所以篆书在书写有时候蛮讨人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点象形的味道，还保留象形的味道。渐渐我们变成楷书草书以后，那就变抽象化了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岁月的留痕，看到这个榜书啊，这个招牌，就知道很老的一个感觉。好，下一张 ，OK， 证明我人有道了这样。下一张，那么再有一家古董店，也是在那个和歌山的一家古董店，叫玉石堂。那么这个石头的石，那个口跟上面的那个距离写得非常的短。那玉是规矩，堂呢这个口也写得很大啊，右边的石头写得大。那个土底下那个土多一点，这隶书的写法。那么它不平行，两个横线不平行，但是却有粗细的变化。所以你整体上看，它是少数字，但是又让你写得很有味道的这种感觉。他写的是方笔，也就保留了魏碑的一种笔画，但在造型的独特性里面，它是有它独到的一个功夫。那平常我们在看很多帖的时候，尤其在唐楷，我们看九成宫，大家就一晃而过，一晃而过，都总觉得这个字非常的美。唯独我们在看榜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是事实上不太美，但是却有耐看的味道。耐看其实就是书法的韵的一个极致，它不一定是漂亮，而是有余韵的这样的一个展现。榜书要符合于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我在等一下会强调一个，榜书除了线条，但是还有一个造型。那造型它没有绝对的一个规则，是非常多元的一种表现跟变化在里头。那我呢以后看了这个题，同样这个招牌，以后我们写字的时候用方笔表现，要写榜书，那要怎么去表现呢？那一般人会写说，那个石怎么写的歪歪的，那个空间也不平均，就这样子。他不是不会写平均，他是故意写不平均，他在故意中又显得随性，你又看不出他很着意的感觉，那很难哦。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人与人的相处，那变成是他一种本性的流露。你以为他就这么散漫，事实上他已经体悟了人生的一些道理所表现出来，他认为这样是恰到好处，所以榜书也是如此。好，另外一个境界。好，下一张，我们看到的井上有一曾经参加过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展览，那么让西方美术学家开始去注意它。这两个字叫愚彻，愚笨的愚，彻底的彻你不细看你还看不出来。当讲了愚彻两个字以后，你就会细细的去找哪个是愚。原来他那个愚的心，他用一横代表，他底下就写彻底的彻。他甚至把字写到格子外那字写到格子外行不行？以前我们写书法比赛写到格子外都会被拿掉，对不对？那这个能不能用国语文的比赛标准来看这样的一个书写的表现？其实这个符合于西方的所谓的极限主义的一种表现。当他写到格子外以后，到底他的撇到哪，他的那到哪才能结束？每个人都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解释，因此那也可以产生非常自由的无限的联想，就是这个字表达的意思。就像我们去罗浮宫看到的那个维纳斯像，两只手断了，所以它旁边就有一个图示，有好多个图示，
维纳斯那2只手到底放在哪？这个有的就说啊，应该放在后面，看起来好像很风骚的感觉。有的人那2手抱着肚子啊，看起来好像很羞涩的感觉。啊，有的人那应该1只手应该放在栏杆上面，那个塑像应该放在栏杆旁边，大概1只手都有可能。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想。所以最后他们发现，他2只手最好的表现方式是没有手，这个就是即兴主义的表现。没有手，让你可以无限的联想，所以你回来会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讨论，不断的去揣摩，去探究。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于是”2个字的时候，他写到格子外，可以不可以？那以后你不要每个字你都写到格子外，要变成你的特色。但是现在有一些榜书，我不好意思把照片播出来，都写一半了，都写一半，那脚都没有了，那就头扛一半了，都有啊。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在日本的现代书法里面，上条信三也特别喜欢写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他们那个年代，应该有一个人只要发表意见，很多人就跟着写，所以类似的风格会出现啊。下一张，很浑厚，这个写什么？乱七八糟，很糊涂。但是对景象人来讲，书法是什么？书法就是不断的写。书法呢，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他有他的看法。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后面有一个他的一个艺术思想。李嘉尔有看到他的 YouTube 的时候，他就一直写，就趴在地上不断的写父に生まるグッテツグッテツグッテツ。这是景象有一的作品。下一张，我们再看看他认为艺术家要手平，他写了很多平字平字。当然，在国字里面，我们这个一个分贝位置平了所以上面是一个8，所以应该是不要连在一起。可能他们对这一个文字演变的一个过程的意义没有那么要求的那么精准，但是这个在造型上面，他的平很多的都有不同。他的人生观呢，第一个景象有余，不收学生；第二个不卖字，他一辈子就是扫平。他当一个小学校长，然后呢，就跟人家租一个木房子，然后再写刚刚你看到的，边写边的样子。每一个月呢，领到薪水，干什么？还债，还人家纸钱，还人家墨的钱，就是先欠钱，先写。我们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子，不是钱有剩，不然钱不够用，就这样子没有刚刚好的，能够刚刚好就是你先用，后面你的钱是有固定薪水的，刚好要还光，那就刚刚好。大部分都是不是有剩就是不够。那么井上有一就这样，他一辈子赚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他常常是超支。那有一天房东太太来看他满屋子乌漆嘛黑的，就把他赶走，我不要不租给你了。他只好到海边去又盖了一个小房子，就在里面写，就这样每天手平。这个人很有趣，他认为艺术家就是要能够守得住平。这个也蛮特殊的一个想法好，下一张，我们看到的刚刚看到跟现在这个应该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你看，要写榜书的人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房子必须不怕墨汁喷。第二个呢，这个全身就随时要脏兮兮的一定要抱着这样子。不怕黑，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要克服的地方。第三呢，你要买很多纸，随时准备挥洒。墨汁呢也要准备的够多，因为用磨的来不及了，大部分都是用墨汁。所以古时候要写很大的榜书的时候，假设要磨，不知道磨多久，我也很怀疑。所以
我说因为这么大幅的字也没有，好像没有留下来，没有留下来，所以呢，这个材料的制作影响了艺术风格的展现啊，这个时代啊才有办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字。下一张，那我们看到呢，有一次在那个镰仓美术馆啊，这个展出了这个井上有一的，你看满屋子爱，然后就写一排，花啊就写一排，山啊就写一排，它就是同一个字啊，一直写，期待每一个写出来都是不同的造型，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你在写一个字的时候，我们每写字就是独特的，所以这种独特不重复，一直存在在井上有一的脑袋里面。他曾经说：“你只要写一幅字跟人家一样，那你就是剽窃者。你只要写的字，只要太追求技巧的美感，他也认为你不过是古人的奴隶而已。”他有这么样一个极端的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容易能够创造出他的独特风格的书法啊。所以，大家听了我刚刚讲，耐评啊，不卖字，不收学生，不晓得有谁可以做到哈？然后呢，也不要跟人家一样，不然就是剽窃之徒，不然就是这个跟着别人走的努力等等哈。他非常极端的一种想法的时候，所以他就可以创造出每天都在想，我要写出跟古人不同，跟我1分钟前的我也不同的这样一个思考。下一张，莫妄想啊，看井上有一就这样写的啊，好，他就一直画过去，你不细看还不晓得3个字叫莫妄想。那一定要有很大的笔，才写出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它很多墨色，有的浓，有的淡，是跟它的纸有关。它这个纸不吸墨，也许是雪桐纸，也许是某一种特殊的纸。那么大家呢，也要去研究不同的材料，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好，下一张。事实上，他很喜欢写言字啊，但是他写的言字，等一下你们有机会去看《大唐周易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这个就是比《大唐周易说》，他写的比《颜真卿》更浑厚，所以他在基础空里面，他非常赞叹他，但是你会发现字与字之间几乎都连在一起的感觉，左右上下几乎就挤得很满，因为很满，所以它就有很壮硕的气氛、气势在里头。原作并不大，但是当把这个字把它放大成榜书的时候，我刚刚讲榜书是指可以经得起放大的字，我认为都具有榜书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要素。那这样的一个风格，这样的一个作品，本来的作品并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就是有榜书的气势在那里头。换句话说，为了要写榜书，颜真卿多下点功夫是有帮助的哦。好，下一张，画墨有浓淡的不同，然后有一些字写到格子外头去了，那每一字用笔造型啊，这里面可能工具也不同，毛笔也不一样，墨的浓淡也不一样，纸的也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在整个纸面空间里面所要安排的位置，有的是上一点，有的是下一点，有的是右边一点，有的是左下方一点，等等，这些在我们的视觉感里面都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好，下一张，乃啊，日本的哪里努念的喏，也就乃也变成喏。好，再看下一张，右边是一个海报。是佛，那个佛不看还以为2个人站在一起呢，事实上是一个佛。那么这个表现的一个
墨的感觉，就有一点我们刚刚看到四早康他所写的，显然这个字是非常大的，才会有这样墨有喷出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在当时的日本，这种书法是很有震撼力的，因为没有人做过，很重要的原创性是没有人做过现在我们写当代书法的写大字的时候，事实上有些日本作家都写过了但是这个只能自己去比较，自己去分析那么历史会把所有的记录压缩，那么这个井上有一做了以后，后人要做恐怕就要再去思考不一样的表现风格。下一张，刚刚的四早康啊，你看字就是那么大，笔就是那么大。下一张，不死鸟，很可怕人那么小不死鸟。那这个墨呢，其实你会发现有浓淡。那么在不是比较浓，鸟是比较淡。那么这一些书写的时候，不比较浓，事实上在用墨上面在我这一次写的作品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用素墨，素墨不足，加碳粉，加这两种，所以你可以用墨把它稀释，然后再加碳粉。我们做墨汁的时候，事实上是有胶，古时候是用动物的胶，所以很容易发臭。隔了2、3天，它就会发臭，发臭就去沉淀，沉淀就会分层。原来胶就是在我们化学里面，这个叫做 suspension， 就是悬浮液。当它的悬浮效果被破坏了，发酵了就会被破坏，它就会沉淀。那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自己使它形成素墨，你就去买碳粉，把它搅一搅，写出来就是像素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说，素墨它用不同的牌子把它混在一起以后，它很容易沉淀，所以可以加速它成为素墨的可能。那么开幕那一天，我们梁元伟馆长问我说：“你素墨怎么做？”我说：“看我超生。”他变他超生，我说：“你铺盖得了，你搁早皮皮，我妈怎么超生你？”我开玩笑的，他以为是真的。换句话说，隔夜的我会有素墨，但是我们人也可以把它创造出有一种不均匀分层的效果。至少看他本身写这墨不死鸟，我相信他是有经过这样的考量，跟他书写的效果就是这样子。那么它会晕胀，因为有分层的效果，墨就会有浓淡的不同那么你不远远的看，你还不晓得他写什么，但是你近看的时候，你会感觉真的是有震撼。当一本书写在里面的一个人的字角就像屋子这么高，一人站在这里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泰山压顶之势。所以这一个作品说，特别我选一张跟人的比例放在一起，真的他在写，我相信已经考虑到他的布展空间，我要怎么去安排它所以把它调高，人在底下相对的小。好，下一张这个一个口加一个实，这个日本话也是怎么念？可以，吃跟塔贝勒一样，一样的意思。你会看到的，这也就是素墨产生的有浓淡的一个变化的感觉，所以它有，但墨色上不会太单一，所以也有画面的一个效果好，下一张命可以看到跑到格子外头写这种字的人要像一佐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才可以，那年纪大了腰就会闪到真的，我们这个董良之老师走路是真的腰闪到了，真的，因为他年纪大，70几岁了，80了，好快，80了，所以呢，这个要趁年轻有体力的时候赶快做，是不是有震撼？非常有震撼。所以榜书，我故意找这些井上有一开前路在前，四早康
他自己在表现的这种壮硕气势的、不可端逆的一种现象。当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仔细、非常用心。只有单一一个字，所以我们对这个字的凝视、细心看的程度，远超过一篇字、几十个字、上百个字这样的一种视觉的感觉啊。当然，古时候没有人做，所以渐渐的，这个就属于当代书画里面很重要的表现一个味道。好，下一张，把这些字的部分截取的画面来当做海报，这就是我们现在当代书法里面，可以表现的一个空间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下一张，好，日本设计界里有一个黑山雅之呢，他对日本的艺术里面归纳的有几个原则啊，大家看一下，我很短的时间啊，日本美学里面第一个为。那么就是说，对于一个细微的掌握要很精细。我们对于书法的观察要非常的细腻去看这么样一个情形。所以呢，通过经纬的观察，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所发现的某些精神的灵动处呢，会与众不同。所以，从事书法创作或书写的人呢，一定要有很详细的一个观察力，观察入微。第二个叫并，并就是说大家能够共存的意思，所以小心翼翼要顾及他人的感受。所以，书法在书写的时候，单一字跟纸的融合，2个字、3个字，甚至4个字，它彼此之间如何互相协调、包容。所以，当你写一个字，就要考虑下一个字，下一个字要考虑前一个字的书写的空间。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日本人的生活里面也很强调的，不去干扰到别人的私底下生活领域，那么就形成了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哦。第三，气，自然界跟我们讲到的气啊，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里气场很好。我们到衡山书法馆，是吧？气场很好，一进去的展览馆，我觉得心情很好，那个不可言喻的一种感觉。但是，一草一木，一个灯泡，一个空间，那么都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场表现。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房间？我们这个荧幕好像没吊平哈，事实上不是，是因为我们的柱子那个架子是往上斜的，所以初看以为，这个荧幕怎么会歪右下方？不是，所以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帮你吊歪歪，原来不是，是这个东西往上升，所以我们错觉认为这个吊歪了，啊，因为吊歪了，更想多看它2眼，它到底真的是不是歪？最后我发现我自己眼睛看不准了哈，所以这种细微的差异度，让我们对这空间的感受度这个不同，会有一种特殊感。那这是有人的智慧、生命的能量在里头，这是气啊。那么当然我们像剑道等等这个有时候，那写字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个刚刚他们2位默下去的时候，就下去。很有气，你只要写字的时候，连喊都不敢喊，你一定转啪啪的嘛，是不是？那个一下子的感觉啊。间就是留白空间啊。下一张，我们再看到呢，密要讲到的时候，它有一个思考，那就是说，某些东西不一定要完全表达，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幽玄的感觉啊，某些东西呢是隐藏起来的。刚刚讲到的字可能写一半，有些线在底下，有些线在天花板，就是有无限的想象的感觉。树保持本色，
就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木门的一种剥蚀的感觉，陶瓷那一种朴素的感觉，甲就表示人生其实都是虚幻的。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是一个肉体，有一天最后还是消失。那么在禅学里面的空观就讲到了，世间一切皆是虚幻，就是所谓的假。那这个假是一闪即逝，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这样的情况。在日本的和室里面呢，很小，但是我这个隔屏隔了，这个空间当饭厅，那个空间，其实它厨房跟饭厅都连在一起，但是因为有个隔屏，所以呢，餐厅就是餐厅，这个厨房就是厨房。但是当把这个隔屏撤掉了以后，又可以做另外一个用啊，餐厅拿来当卧室怎么样？这代表什么？代表天底下的东西是暂时的，它随时可以被更动。所以呢，这个他们做到了所谓的枯山水啊，明明知道是假的山水，为什么要枯山水？人生中连带生命都是假的，所以这种叫虚幻啊。因为透过这一种虚幻来思考人生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不用那么执着，就会想到说啊，人生拢是假啦，啊，拢是空的啦，那你就也会豁达一点。第五叫破啊，就是以上所有的一个观念里面呢，最后都要跟它打破掉，重新捏造一个我，捏造一个实，创造一个独特的我，因为天底下只有一个我是独特的，绝对跟别人不一样。你如何创造出你独特的写字的人创造独特的生活，走的路子，走你自己想走的艺术，表现出你想表现，这样子的结果，这个才就叫破。也因为能够破，才能创造终极的美感。这也很抽象啊，但是呢，在艺术的创作里面，有的人是绝对能破的，但是呢，未必获得别人的共鸣。所以艺术要受得别人的共鸣里面，这又是一个无法衡量的一个指标。那这是很抽象的一个观点。我认为需要有人来讨论啊，我不敢讲叫议评了哈，需要有人来讨论说，这种表现在现实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创作空间以及发展领域里面，到底它能够得到多少的一个共鸣？没有一个标准，但也不是一点标准都没有。所以这是我们在艺术创造里面的破的一个观念里面呢，不断的思考。后面一个，我们到底是谁？就这样子，每天睡醒，或者要睡觉的时候，我到底是谁？我干嘛是？这辈子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明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好像我们很少去想它。晚上睡觉，自言自语，老婆就在旁边睡觉，明天要上班，不要在那边发白日梦，因为明天要上班。所以当我们的深层思考就不见了啊，就这样，哲学家就被折上啊。下一张，好，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一个故事，你再继续看下去。日本有一个叫做濑户内吉町，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结果这个人很好玩，他爱上了一个帅哥，就左边这个。这个帅哥呢有老婆，两个人就私奔了。3年后被这个帅哥又甩了，好悲惨哦！好像李玟好像嫁了一个丈夫，丈夫很有钱，听说那个丈夫又有习惯性的，不晓得是新闻中报道啊，所以他会很压抑，很忧郁，很抑郁，就这样。原来是要认为说，事业有成，可以有一个依靠。搞到最后，李玟好像比她老公更有钱，不需要靠他，靠我自己就有余了，就这样子哈。好，那么这个濑户内吉町本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就被甩啊。下一张，结果呢，出家了，眼睛睛的，看起来蛮可爱的啊，35岁就出家了。好，
老的时候，下一张，哇，老太太活到105岁。我也会特别注意她，是因为我写佛经的关系。然后她有一个经堂，专门写佛经，在京都，离比叡山不远。比叡山有个堂藏经堂，所以她每年写的经文，把它收集了，就交到比叡山的经堂里面去放。下一张，他的一个禅房叫吉安，是吉安，木门是小小的，是所谓的瓦比萨米的感觉。下一张，我们走到了他的庭院，是这个样子，很有意思啊。好，下一张，这个就是他的写经堂，进去有专门的一个写经堂。再下一张。一个石头写一个吉，再下一张放大，这个吉很有意思啊。我们自己写都是这种造型吗？没有，它非常的独特。独特就是我们bản书要表现的一个思想主轴，创造的一个思想主轴。那么这个字是谁写的？有一个叫神墨山，日本的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家。我们到东大寺去。在侧门的时候有一个木匾写的“东大寺”3个字，就是神墨山写的。那你去买饼干，你还来不及喂那个鹿，就给你推屁股，往回看，就写“东大寺”，就是神墨山写的。神墨山每创造一个字，都有很独特的效果。就一个“吉”，瓦比萨比，你可以看得出单独一个字。从我们凝视当中，我们会发现bản书。耐看，就从一个字开始，所以大家会。假设你跟他写一样，就没有什么耐看，你一定要创造一个跟他不一样的“吉”字，有意思哈。所以书法bản书一定要去做到说不重复，有独特性，有耐看这样子一个隽永的特色。下一张，好。这是他平常跟人家交谈的一个心灵交汇的一个禅房。下一张，假设有这么样一个人生应该很愉快哈，出家也很好，是不是？很愉快。所以日本的有名的作家，因为他是个作家，有名的作家都会能够跟他对谈，为最光荣的事情。赖布尼基丁已经往生了大概2、3年哦。105岁，蛮高寿的。好，下一张，我们看到的bản书摩艾书摩勿忘在举，绝对不是写的，因为他的笔锋很侧锐。你看那个井上由一写的，那笔放下去就是中锋，写的速度是慢的，所以他的笔画是沉着。我讲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代表当代很多人写bản书是快 ，no， 该慢的时候要慢。当然，该快的时候要快，但是一味的快就不耐看。那这个字一看就知道小字放大，绝对不是大字圆浑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摩艾书要看下一张。那么在泰山写的这个“登峰造极”这几个字，事实上是根据郑道昭的字去把它集出来的一个字哦。所以那个造的那个造型蛮挺独特的，也因为有这个造，所以刚刚在讲的那个8大士感里面最后一个叫破，这个造就等于把这一行非常平均常见的一个造型打破掉了，整个画面就活泼起来。万华为士就没有登峰造极的造这4个字的表现，感觉让我们眼睛一亮的味道。下一张。这个写的相对的是很好，所以摩艾书不一定让件每一件都是很成功的，有成功，有不成功。下一张，好，慢慢看。写大字的时候，像这个官，大字讨好在哪？大头字，你会发现头很大，身子很小，所以因为你写bản书写大头，讨喜，脚不要拉长，拉长就不怎么好看。下一张，圆厚，
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展出的，我就几张套不变。下一张，啊，墨要多，墨色要多，这就是李大师李公文先生写的，墨色非常的多。下一张，那我们看到的董阳芝女士所写的《正一千日感》，它跟一般写榜书的不一样，轻重变化非常的大，字形的拆解也非常的大，正的提手特别的小，刃左右边特别宽，左右边的行的跨越的幅度特别多，左很大，足万里流，特别的挤在一边，所以这个作品的表现，它的在章法开合的这个处理方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张力，这是它的特色，也是不可多得。好，下一张。那么李孝坤老师所写的，那么在文字造型的结构的重整，还有它独特的一个想法，那又有色彩的配合，这都是篆书重新的组合排比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创意在里头，所以它的创造力是令人敬佩下一张，大家慢慢去看他写的那几个字是什么，可以慢慢猜。我觉得有把它字里写出来吗？都有，旁边有，扫出来就有。OK， 大家一定要去做那个功课，所以你应该对他的这个注目一点万寿无疆写很大嘛陈宏明老师的他用的笔大概是用比较扁的笔，不是一般的圆的笔，扁笔所写出来的下一张，难得糊涂，这黄国师小老弟，他用抹布写的，比如说他用抹布这样抓一抓，就下去写，难得糊涂。抹布写的时候，提案就没有办法像毛笔字那么样的那么样容易写。所以抹布，古人讲叫错金书，就是说衣襟这样抓起来，他就开始写，就这样子错金书好，下一张，这个写隶书非常难得的是，他非常的浑厚，刘广义，英雄出少年都很不简单他用隶书的结构来写再下一张，这是我写的，一定有人会问说。你怎么写？第一个，我有用素墨，刚刚讲怎么操成素墨的做法。素墨写的时候呢，墨第二个要用大笔，所以它沾的墨量够多，所以它会晕胀，它会喷一下下，所以画面稍微有一个动的感觉。但写下来的时候是一笔就写完了。这个瘦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沾墨，但是沾的比较少，因为沾的多。它的晕墨的效果会跟红一样，所以墨色要稍微控制一下。亥写到最后的时候，它整个笔都开叉了，那个时候就不需要思考，只要把它写完就好。写到好与不好，已经不是思考的问题，就顺着这个事。所以红刚开始是写慢，但是呢，越写越快。这个亥最后一个字，我又还是沾了墨，但是墨比较没那么多。这刚好写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滴很多墨，因为它笔开叉了以后呢，它的墨汁就像下雨一样，啦啦啦啦啦啦一直滴就像我们看景山人在写的时候，他虽然拿起来，那个墨还在滴，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形。尤其你一开叉，那个滴起来像下雨一样，洒了蛮多的这样子。假如没有下雨，那就当时的景况恐怕那个毛笔跟现实的状况是有差，那你要去避免也避免不了。所以在书法上表现的属于书道的一个原则，叫道法自然。你说随顺的这样的一个笔的空间的转使去写它。好，下一张，我们时间有限如何写榜书？第一个就回到现实使用的这个习惯第一个要有好的笔跟墨跟纸，我刚刚讲到了。笔要够软，要够大，墨呢要选择你适合的。那你会发现，有的老师写的不一定有素墨的时候，它的墨的层次感比较不一样。
适合的空间啊，你写字呢要够大，而且心无挂碍，也就是说，老板娘、房东不会把你赶走的前提下，不然的话，你只好去租一个小仓库啊，自己去写啊。心理因素，当下即时，不是再来，写的不是，下次再来，再来又不成。古人也讲过，茶照熟时香自来啊。对，曾经有一个对联，他讲到茶照熟时香自来。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啊，为什么会写这样？”我说：“当下即是。”学生问我：“当下不是又怎么样？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又如何？又不行呢？我说茶照熟时香自来。写书法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很认真的写，一天写个15个小时，就是写不好。那有3个月不写，有一天笔拿起来，突然变好了。茶照熟时香自来，要记得哦。啊，所以书法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不写的时候，你却有不断在思考的过程，并不是每天就只有睡觉。我不看，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思考，啊，平常要有酝酿把书法写好的一个功夫。写字的时候要预想自己，刚刚市场堂上写的人，他在空中手会动，预想自己我要写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余文乐特别谈到了一个起笔不停字，写字的时候。不要停下来，落笔不做事。写字开始，我不是一定要什么样的姿势，要笔笔中 no， 抓起来就写，写了以后就不要停了，一直走过去了，纯正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他自己很克制力的讲说，无有一焉啊未到。那么写榜书也是如此哦，写行草书也是如此。写不好怎么办？下次再来。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心理，这次写不好啊，糟糕，没关系啊，就继续写。我那个榜书8次8次的那个榜书，我写了快10张了，10张。那假如40、80的宣纸，那等于是写20张这样。啊，墨汁是用脸盆装的，啊，一直写，这样子，写完了睡觉，第2天起来不行。再来又写，你看，那个毛笔一定要洗一洗啊！哦，光那个毛笔就洗好多桶水，一直洗，一直洗。明天来写一写，啊，不行，要洗笔，再来，前后写了快1个礼拜，还好。最后呢，不满意就算了，就交了，就这样。所以交了就这样，不满意，下辈子再来。下一张榜书大概就是如此啊，要打字稿。你不要写的大笔抓了就写，先从小张的先写，越写越大，要有字稿，逐字放大，多想象，想说它变大，因为你真正写的时候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墨汁沾的时候，它墨就一直沾，根本你想都来不及，你只能整个字写完了以后，你再重新检讨，可以不可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写了。就凭感觉就一直写下去啊。结构一般大小书法的差异，第一个写榜书要厚，榜书不能太单薄太瘦，榜书一定要厚。你看看日本写的那个命字啊，它墨胀成那个样子，我们一定会想说，能看吗？看得出来吗？看得懂？等它干了以后，你会发现，刚刚好。它墨虽然晕胀很多，但是还是有那个层次感，走过痕迹的一个层次感。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写厚的一个心理准备在里头。第二个呢，形状要改变，大头字，大头之外还要考虑字的上下挪移。比如说那个董安之老师所写的那个正，那个提手啊特别小，它就是一种上下挪移的一个概念。还有左右挪移，那个刃左右边离得很开，这个都是对文字造型的重新组合的一个现象。未被字形的支离感，它的字会不会看起来好像丑丑的？那一种支离感你要去观察，要去思考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写。尤其在串龙眼、串宝子、松高里庙碑那几个字看起来特别丑，
大家可以多花一点精神去观察、去思考，要保持的有趣，要拙就是笨笨，要独特感，尤其独特感是最难的又要有趣味。没有趣味，有的人虽然写得很棒，但是看起来心情很不好。你刚刚看到那个极致，你不会心情不好，你会觉得多想看两眼。怎么会写出这种字？这个人是什么人？他当时怎么想得出来？我就一直对那个神木山，你知道，你在看他本人的照片，你会觉得很好玩。头发好长这样子，像每天这样咿呀的。但是他不是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好，我看他写的很烂的还真不少。那换句话说，他是经过不断的尝试，挑出几张特别成功的字。不要以为大叔好像每件都很好，骗人的。等我尝试了很多然后才会成功的几张，正常。这是书法家。那个烂咖的时候呢，那一张都写不好，就这样子，你就写很多字，还是没有一张可以成功的，可以看的这样的情形。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说，写这种字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尝试、去实验、去做，不停的写。好，下一张。还有来看，思辨如何写榜书，不舍弃书写线条与墨印。当书法成为一个描的工程，不是书写啊，那书法必须是有写的功夫。刚刚那个望在举，我不认为它是榜书，它只不过是放大工艺美术字，放大。虽是知意，反沉着内力，出而不躁，出而不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写得很粗犷，但并没有散掉那个笔的或者结构的那个内聚的效果仍然存在。空间对比与传统的大字是不一样，要去思考，我要写出跟别人的写的不一样。既有颜真卿，我就不再走颜真卿，我要借颜真卿来作为我的垫脚石。说垫脚石太过分了，作为我创造的源头，我给我在书法创造的帮助是什么？每写一种帖，就要想到说，我学了这个东西，有一天我可以做什么用，如何为我所用。在榜书的时候，大家就不断的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第四，笔不能成为负担，否则就变成表演，沉厚古意为难。当笔大到你没有办法承载，你没有办法拿都拿不起来，那你只好放弃。所以你必须要像市长他那够大，但是他却有那个体力可以拿得起来，否则的就变成拖把，就变成那一支笔你只能拖来拖去而已，没有办法真的写出那笔的趣味啊。这个所以写大可以，每个人对于大所能够承载的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些都要能够相互考虑。第五，纯艺式若是 logo 啊，还是要阅读性、可辨识阅读。一般在商标制作、在榜名、招牌的书写，两种表现的可能，一种是不易识的东西，虽然不易认识，但是它的字形是有独特性，我称叫 logo， 就是有一种商标的图腾的一个特殊感。有人是这样表现的，还是要阅读性，就是我可辨识，这个字就是己，这个就是什么玉石什么东西，玉石庵或者是什么东西玉石堂，这个我可以读。那么这个东西呢，可读就有受限，只要纯 logo 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随便画，只要它的那个效果。所以现代非文字的榜书书法的时候，事实上是不容易辨识，但可能每天醒来就画两笔，晚上睡觉才发现，这一张不错，100张选一张，比如说其他不行，这个就非文字阅读性的思考。那么在现代书法里面，也可以有存在的一个空间，我并不排斥它，但是对我自己来讲，我是比较保守在阅读性里头。下一张，好，我们看到于右任的佛，
你说这个佛跟刚刚的井上有义的佛一样吗？不一样，但是它却很可爱哦。人这边写的非常大。下一张，日本的一些这个叫喜心，那么喜这个水是用篆书的书写，但是它的笔比较小，所以呢稍微没有墨它就开了，就是一笔把它写完。下一张，我们看到大心啊，所以一笔写完的效果就是如此。下一张，残去，那么这一种书写的时候呢，那么笔是比较小，他们习惯用如那个刻书的一种趣味，我们那个凿子一凿，这一块挖起来，再凿第二块，再挖起来，第三块再挖起来，所以它在用笔上面就有一点像刀凿的趣味感。那换句话说，把刀意用在毛笔书写的这一种笔趣的这一种效果啊，这是在他们这一派书风里面啊，日本的现在很多的写榜书的人，或者是写少数字的人，那么习惯用这一种刀趣的表现。下一张，心无一尘，笔画看起来粗细差不多，章法也很独特，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哦。再来下一张 ，OK， 榜书有多难？视角与远观的差异啊，刚刚讲到了，我们手只有70公分长，工具的不可控，所以找到适合的笔非常非常重要。你找不到适合的笔，我们横山书法馆那个墙壁让人家顺便写的那个笔都不够软，软一点会效果会不一样，比较硬，软的变化。因为锋比较长一点的时候，你侧着写它会变很厚，你顺着写它会变很细，所以在粗细的变化里面它比较好掌控。但是差不多的时候的写出来的粗细也会差不多，比较硬，所以它含墨量也会比较少，所以墨去墨因为立着写会低啊，所以也很难。要放在地上写，我相信那个视觉感又会不一样哦。啊，这是我的建议。只要我会说放在地板。一张给大家去写写看，我相信写的人会觉得哇，成就感比较大。好，墨色不易掌控，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如何用浓淡，如何用素墨，如何用外加，这样的造成的那个墨趣的效果。刚刚也看到了那个市长刚刚那个书写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看了一次以后，自己回去会去想，我要怎么写，结构的选择，这是很难的地方。大字博客是不易的一个挑战。下一张，我们会发现说，写字呢，难的重的比轻的还要难，写胖的字、密的字是难，账墨的比清晰的还要难，因为账墨不易控，轻重变化比轻重均一的来得难，4级以上比4级以下的目力可及，这手的范围里面大概2指半，超过2指半。你就要用腰了，你就要转来转去，写完了左边、右边那边看不到，你只能用猜的，所以那个难度相对的是宽。左转或者是比较难，右转是容易。那一天有人帮我偷拍一下，我写了一个涛，啊，为什么写那个涛？我们在我们衡山的那个好像有人贴了那个照片，那时候我写那个涛的用意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涛写下来。1转、2转、3转、4转、5转，我说这个叫做偷懒字，因为右转是容易的。所以呢，画马的人会发现，马的头在左边，马的尾巴在右边。画马的人说这个是懒惰马，好画。马头在右边，马尾在左边，我们笔往左动就是比较难，往右是容易。所以你写字你要挑，你只要写个涛就好。这辈子，这1个月就写抄，每天这样转，写出来会很有气势，而且很好写。但是我会说这个懒惰字，开玩笑。右转的原料是容易的。第6是造型途径，造型少独特性，像别人已经都做过了，你就不太需要思考，你只要写现在。但是
相对的那个挑战度是难的。看你要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我要写出一个很unique的字，哇，那是需要想很久很久。好，下一章。几张摇曳的创作观，他讲到了说，他要清贫，要不简朴，要孤寂，对书只有对书法的炽热、执着的热情。写字，书法家要有这样的热情，一生不收学生，不卖作品，把自己逼入生命的绝处求生。第二个，他非巧妙的运笔，写字不是巧妙，所以他写得很慢，慢慢的来。所以你看井上有一个字，怎么样写？就算非白纸，还是很沉着，他不会写得快，墨笔都开叉。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也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不是快。批判冒称传统的廉价技术派，所以你写的跟古人写的很像，他说不好，这个是技术而已，而且那个是不值钱。竭尽剽窃能事之徒，就是说他认为是别人写过的，你再写，那你是剽窃之徒，所以他是嗤之以鼻的啊，就是这么样一个思考的一个独对，敢这么讲的人不多了哈，而且他是做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去看他的作品，会觉得说，不重复性，他不重复古人，也不重复自己，而且他的作品里面真的做到啊，令人赞叹的地方。好，这海上雅臣一辈子都在研究他。下一章，好，最后要做一个结论，说什么？榜书是书法的灵魂，榜书的字是很少，榜书的字写出来，你必须用很近的距离去观赏它，所以你会用心凝视。当你用心凝视的时候，它将给予生命的映照。我有一个长官是农委会的主委，他都在教大家所谓的生活禅，要巴士动禅。他问我说：“走路有没有用心走路？”我说：“有啊，走路当然用心了，不能被车子撞到嘛。”好，那你告诉我，从你家，从捷运到你家，你有发现说有几个十字路口？从来没算过哦。好，那你走一段路，你有注意有几个人猛盖吗？没有。好，那你有没有用心吃饭？说吃饭干嘛用心呢？那你一口饭咬几下？从来没有。那你有没有去不同的米，它吃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好像也没有哦。你有没有去揣摩那个米香是什么？好像也没有。说的真好玩呢。然后我跟他跟我学书啊，我就说，这个字要注意注意，有道理。我这个生活禅还没做好，就是说你对字的结构你没有看到，没有用心凝视。我们大部分写字的人比较没有用心凝视，对不对？我们有一位牙医师，他要站牙齿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凝视，不然的话，嘴巴都被扯破了，对不对？侯医师是一定要用心凝视，你稍微有点意外就被告了，告诉你非用心凝视不可。那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精神去写字？都嘛没有，写不好下次再来。你只有这辈子一起，你就只有写这个字的机会而已，那你就很专心。这个就是禅的用语，在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用笔、每一个生活、每一个学习的过程，都要投注全部的心力。这是我们那位长官告诉我的一件事。那你一辈子一天不一定要做很多事，但是你会觉得你每一件事都是很有意义的。哪怕你是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更何况泡一盆一盏好茶来享受。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请我喝咖啡，他说：“林老师，这个咖啡很好哦。”我拿起来是啥？他就马上告诉我：“你不懂喝咖啡。”不是就喝下去吗？有什么不懂的？喝咖啡第一口要闻一下，第二口要
感受一下舌韵、味道、喉韵，鼻子要把这个咖啡香把它吐出来。你没做到，你唔要你嘛，我差你，我都跑去跑。第二趴我就很认真的，从此以后我喝咖啡都会先闻一下，请我喝咖啡的人都很感激，行家，真的哦，这样子哦。昨天我去中台禅寺，一个朋友把一个《金刚经》捐给中台禅寺，中台禅寺的馆长，博物馆馆长，拿出说明，还有他也写《金刚》，他写《华华经》，6万多字，不得了，精神很好，写迷经，然后我就跟他对谈，旁边有一个朋友说，你们可是高手过招，我为什么？第一个问他，你用什么离经？你用什么教？你怎么调？写完以后，你这个有压光哦。他反问我，你也那瞎讲，我那瞎给讲，这个就是高手过招，一看就知道，这两年他后，这他不后。书上能够看得出说，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不好，这中间是一种经验的交流，写过的人才知道。书法也是如此，虽然我这一次写这么大的字，下一次写这么大的字，就比较有经验。那写这么大的字，事实上我是从小字，你打电话还是他打电话给我说要8字，我就开始每天就不晓得写多少纸这样一直写。我发现只有把写小的好，再放大，再放大，就是让我写小楷，这么大的字写好，再写这么小，写到0.3，故意放大镜给人家看，但是必须由大慢慢变小，小的由小慢慢变大，这是一种磨练的一个过程啊。这是我的经验的书法经验的漫谈啊。那么大家呢，假设能够，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我也毫不保留，因为听得到写，那还是有一段时间，你要去身体力行，然后呢，要详细的去看，到底，等一下回去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个位置啊？听说只有给60个，70个，总共有80个位置。所以还保留80个。下次假如有人包不进来啊，就跟他抗议，你们还有10个位置。所以很贼哈。所以我假如这一次终于是候补，终于上了，我就会来算几个。下次我会抗议啊，多留几个。不过呢，他们都留一个，可能还有几个行政的这个处理的一个作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讲的是很巴扎。但是却是我书写的一个经验谈。那么这个适合的笔到底要怎么去找？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司法刚刚它是有一错，然后把它删减。我发现那个是最好的，最容易找到满意的笔的一个方法。一大口，你无法筛选你要的笔，你要的毛，一错你可以自己选。今天可以用软的，明天可以用硬的，可以选。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市长蛮聪明的。井上有一就只有1支笔而已，但是市长他可以去做这样选择。我觉得他的选择性是比较好，但是你光要去做那个笔，谁愿意帮你做？那个笔套子，谁要帮你做？所以这些都是思考的一个过程。看到了你要发现，他怎么这样？他怎么这样子？就这中间呢，我们在学习书法过程当中呢，也很有意思所以我只把我的当然没有办法是完全的那个，但是当大众写书法的时候，不要忘记要用喊的比较现场感比较好，不要怕别人说你做作，不要怕，就下去，你会写得很愉快，看的人也会很舒服，自然，这就是自然，这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感觉。所以以后看人家要写大字在那边喊，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不喊出来会岔气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的天，我本来应该说在前头我想说今天大概来不了30个因为这么热大概把大家都热昏了
非常感激啊，非常感动啊，这么多来听我的这个拉拉杂杂的演讲，也感谢我们这2位这书法的这个新秀啊，以后的未来的栋梁给我这个机会准备一个演讲要花相当的时间，虽然不是很有条理我礼拜一还有一场演讲，然后我要宣布我要告老了，我就不接受演讲，以后就不要找我演讲我只有当听众，我们欢迎我要宣布我不讲，因为这段时间我写了30篇文章，然后准备了几场演讲。我昨天去看我的肝指数又上来了，医生说你是为什么？我说我就是睡不着。你要多睡，没有什么事就不要所以为了老命残喘就要跟大家宣布所以呢，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好，多多给我批评指教，好吗？谢谢。